对焦到哈。OK， 好，来我重新跟你讲一次，我平常在做题目的时候，我常用几种五官。好，首先当然五官你要先知道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你要先知道逻辑链嘛，对不对？就是你要先抓住文章的因果这样子。OK， 好，它基本上因果有2种方向啦。好，一种方向叫做正常的，就是讲事实，不是讲事实，就是讲说由因导致结果的。OK， 好，这样子。好，另外一种是什么？特殊的由因导致结果，叫做手段导致目的。OK， 好，手段导致目的就是采行手段达成目的这种东西。OK， 那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也是变相的因果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手段就是我们做的原因，我们做下去，然后呢，我们做下去是为了要发生一个结果，这可以理解嘛，对不对？而且这东西要怎么抓，就是基本上是怎么样的？基本上你就先把结论抓到，然后再把跟结论连在一起的那个因或果抓到就可以了。OK， 好，那第一种无关是什么东西呢？第一种无关是属于所谓的主题无关。那主题在哪里呢？主题永远都在这个地方，我把它定义叫主题。好，这个东西你可以上我的影片里面去看，有一个叫就是这个如何辨认混淆选项。那个我里面讲的破题一点就是我讲的主题。OK， 像比如说今天好，我简单的讲一下好，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是由因推果的话，好，果就是主题；如果是由果推因的话，其实果也是主题。为什么？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由因推果，譬如说今天我说我们执行2代健保多收保费，应该讲不要这样讲好，譬如说我这样讲好，就是说台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生小孩了，所以未来一定会怎么样呢？未来人口一定会变少。好，那我们就要去想说，我们要如何去削弱这件事情？我们要想说，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原因会导致未来人口变多？比如说什么？比如说今天移入人变多啊，移民变多之类的，这样懂哈 ？OK 好，所以你的那个新因素或者你的那个削弱方向答案都要去 catch 到人口会不会变多变少这件事情。所以你的答案一定要去对到说人口的多少。OK 好，然后再来。如果今天怎么样呢？如果今天是由果推因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经济衰退了，这一定是因为什么？这一定是因为全球不景气的因素。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除了全球不景气因素之外，还有什么东西会导致经济衰退？所以你的答案是不是也会对到这个果？所以不管是你往未来推结果，或是往回推原因，其实到最后我们的答案方向都应该是要跟果产生关系。这样听懂我意思吗？还记得吗？我刚说什么？未来会少子化，未来人口会变少，我们就要去想说，未来有什么他因会让人口不会变少，所以他因要跟结果产生关联。OK， 当时一定是经济不景气，所以当时一定是全球经济不景气才导致台湾没有工作。那我们就要去想，台湾没有工作有没有可能有别的原因？所以你们发现都是在跟它产生关系，所以它是主题。OK 那手段目的也是一样，我们要达成目的。OK 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盖高速公路可以防止塞车问题，那今天盖高速公路之后呢，怎么样呢？如果达成别的目的就是无关。OK 比如说它可以解决失业问题，那干我什么事情 ？OK， 所以第一种无关叫什么无关？叫做什么主题无关。所以主题无关包括什么？讲到别的目的，或者他跟你讲说今天年轻人不生小孩会怎么样呢？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富裕，那就跟我们未来人口增加减少没有关系。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所以这叫什么？主题无关。OK， 包括他目的，包括讲述造成的别的结果，都是主题无关。OK 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把它统称第一无关，叫主题无关。所以你如果看你的选项不知道怎么分的时候，只要你发现它提到了别的结果或提到了别的目的，它就叫主题无关。这样懂哈？这样就可以分了哈。来，那第二种无关叫什么呢？GMAT 的世界里面，我们平常生活中我们讨论事情，我们会去把那个延伸讨论到很多的譬如说很多层，譬如说我们会讲说这个方案做了之后，虽然我们可以解决塞车，可是如果解决塞车之后，大家会不会大家都开车上路了，就会有很多污染，对不对？我就一直讨论下去，对不对？但是在 GMAT 世界里面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 GMAT 说我们讨论的东西只有一段而已，讨论哪一段？就是手段执行后到目的实施。让目的达成这一段，所以你如果跟我讲解决塞车之后，会导致污染，这东西叫什么？叫不讨论目的之后 ，OK？ 那我们也不讨论什么？我们也不讨论方案之前 ，OK 所以我们不讨论说什么东西可以盖高速公路，你懂我意思吗？我们是假设方案做下去之后，目的会不会达到？所以我们不讨论哪里来这个手段，我们也不讨论说达成目的之后我们要干嘛，或者目的会导致什么东西。OK， 那同样的因果关系里面，比如说我们讲台湾的少子化会让台湾人口减少，
我们不讨论人口减少之后经济会不会变差，我们也不讨论怎么样的什么东西会让人口减少，是什么因素使得是什么因素使得那个人们不想生小孩，这样懂哈？所以尝试去解释题目里面的原因，或者尝试去拿题目里面结果当原因去推后面的东西，这东西我们叫什么？我们叫这个题目讨论范围之外，题目讨论范围只有因到果这一段，或者是手段执行之后让目的发生之前这一段，看得到？好，这叫什么五官？叫 scope 五官。OK 好，所以这是第二种五官。所以这样回去的时候懂不懂分了哈？只要你发现它里面讲的内容是发生在文章里面的因果之外，那就是什么？是时间的那个顺序之外，是往外拉出因果，那就是什么 scope 五官。这样懂哈 ？OK 哦。那再来第三种五官是什么东西呢？好，有一种五官是这样子的，有一种五官是他今天。有一种五官是今天做一个别的手段可以达成目的，比如说我说盖高速公路可以解决塞车 ，OK， 好，但是怎么样呢？有一个选项就会跟你讲说，其实今天我们把车子的关税提高，比如进口车的关税提高，所以大家不敢买车，因为太贵了，也可以解决塞车，对不对 ？OK 好，但是这叫什么意思？叫他手段，别的手段会成立，不代表你的手段会无效。懂我意思吗？你的方法可以用，谁说等于我的方法不能用？这种时候就是什么？这种时候叫他方法无关 ，OK？ 但注意哦，这个逻辑链在因果关系行不通哦。在因果关系的时候，比如说你说好陨石掉下来导致恐龙灭绝，好，那如果今天我说当时会是因为什么？比如说当时是因为冰河期好了，那这时候就变削弱了。他因在因果关系是有关的，好。因为他因可以取代第二个因，但是手段之间其实不会说你这个有用，这就不会有用，但懂我意思吗？因为手段我们来讨论用处，所以两个都可以有用。但如果他因成立，这个因搞不好就不存在，这样懂哈？懂。OK 好，所以这个无关比较特别，他方法无关。为什么要特别讲方法？是因为它只有在方案目的题才有用到。OK 好，所以到这边为止都还懂哈？懂。好，这个东西在逻辑链里面是最常见的三种无关。OK， 那接下来我要讲的。讲的这些五官是另外逻辑链之外的 ，OK 好，第四种五官叫什么？第四种五官叫主角叫做所谓的比较五官，也就是说，今天题目有比较，好，选项无比较或题目没比较的选项有比较这种五官 ，OK 好，比较五官有分两种，这种东西要怎么观察出来？就是什么？当今天你的结论，你的 conclusion。有什么有比较的时候 ，conclusion 有比较的时候，你的选项就怎么样呢？尽量比较的是同一组对象。好，如果你今天选项无比较的时候，它会有一个问题哦。好，这个就好玩，很好玩了。如果 conclusion 有比较，选项无比较的时候，这个在解释题或削弱题就是无关选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举个例子好了，如果今天选项有比，譬如说小明，比如这样讲好了，譬如说新方法比旧方法省钱，所以我们应该用新方法。但如果你要削弱它的话，你是不是一定要在反向点出一个新方法的相对于旧方法的缺点，或者是旧方法相对于新方法的优点，你才能逆转它嘛，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点出去。如果你今天如果说新方法比旧方法便宜，我们应该用它，你想要削弱，但你却说新方法和旧方法都有什么缺点，你觉得这样可以削弱吗？各打50大板，是不是我原来的优势，还是谁，还是新方法？看懂哈？所以如果今天结论有比较，而选项无比较的时候，在削弱题，它属于无关，因为你没有办法逆转它，那懂我意思吗？然后还有另外一种题，它也是无关，还会累吧？不会累哈？不会。OK 好，还有另外一种题也是无关，叫什么？叫解释题。为什么？比如说 A 考了100分，A 考了720，B 考了270，OK 好。那今天为什么？你总不能说2个人都有去补习班吧？这样可以解释吗？不行啊，对吧？你要用差异来解释差异。所以当今天解释题里面出现比较的时候，你用无比较你无法解释差异，你要拿变因来解释变因，这样懂哈？好，但是在加强题里面怎么样呢？它就变成有关了。为什么？你排除他因了，这样懂哈？你排除了其他变因。这样懂哦 ？OK 好，所以比较无关要比较小心，就是它要分题型啊。
OK， 好，那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什么？结论有比较，可是选项怎么呢？拆成子集合比较，对不对？比如说你原本比台北跟台中，今天你变成什么？大安区跟中山区在比，那干我什么事？或者大安区跟台北比，和高雄比这样子 ，OK 哈？好，或者是什么？或者今天是原本是原本是子集合，它就变成母集合，就是原本是台北跟台中好了，它今天变台湾跟就是那个泰国，这样子就是什么？你原本在比小的，你现在变把它比大的。OK， 或就是子集合，它有时候会这样乱跳，就是故意原本是母集合拆成2个子集合，原本是子集合把它绑成一个母集合，跟别的东西比较，就是比较对象错误这样子。OK 哦，那这是第一种小型的比较无关。第二种是什么？第二种是结论里面无比较，只有选项里面出现比较。OK， 好，那这种通常就会是无关的啦。好，所以你有两个方式可以看。第一个就是在结论里出现比较的时候，接下来稍微注意一下这样的方向。第二种就是什么？在选项里出现比较，会去检查结论里有没有比较。这样看懂我的意思吗？看懂。OK， 好，当你发现比较对象错误的时候，或者是他不小心拆成子集合的时候，那你就知道它是比较无关这种类型。这样懂哈 ？OK 哈，好，然后再来还有第二种无关是什么无关？好，第二种无关叫做时间地点无关。OK， 好，这种无关怎么样呢？这种无关会出现在哪里？两种题型，第一种题型叫考古题。OK， 好，这样懂哈？懂。有看过那种题目对不对？有。好，第二种题型叫什么题目？第二种题型叫做时间段的题目。什么叫时间段？比如说有5年前发生了漏油事件，我们原本以为海中的生物会减少，但没想到5年后海中的生物反而更多了。你有发现它会拉一个？你有看到有些题目是拉一个时间段，叫5年前做了一个政策，做了一个方案，结果5年后却发现发生这种变化，这叫时间段的题目。时间段的题目跟考古题目就会考时间地点无关。比如说，其实怎么样呢？选项里面去讲的是5年前的更之前 ，OK， 或者是5年后未来会怎么样？时间段无关，因为你要削弱或加强，你至少对到你要削弱，你至少对到这个时间段。那懂我意思吗？懂。OK 好，然后来，但是如果是加强的时候，好，基本上削弱假设评估都是要对到时间地点的，但如果加强可以不用，可以不一定。好，为什么？因为加强题不是逻辑不需要很严谨，你可以拿别的时间有因有果来支持，懂哈？或者你拿别的地点来支持。懂。你知道加强跟假设的差别吧？懂。对吧？好，对，这是第二种时间地点无关。那怎么判别？就是什么考古题或时间段的题目，就是题目有拉出一段时间，10年前、10年后这种比较的。OK 好，会特别考这种地方。时间地点的差异跟比较题的差异是？没有，有时候会混出。有时候它比较不是比2个地点或2个人或2个公司，它会是比前后，所以这2个可能会同时出现在同一个题目里面，这2个选项。听懂哈？对。好，然后第3个叫主角无关。好，主角无关，但这个主角其实很多人都说很难分。对，主角其实有什么样的特色？就是你要去想，这变成说就是你要去想了，想说这个通常的主角无关啊，好，都会是都是什么情况下会出现？都是所谓的方案题会出现。那你就要去想一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个结论里面的讨论这个效果，达成这个目的，是会影响到谁 ？OK， 好像比如说举个例子，盖高速公路是为了解决塞车问题，所以解决塞车问题是谁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所以等一下选项里，所以这个地方主角是政府，所以等一下选项里如果跟你讲说人民会因为塞车而不方便，这干我什么事情？看懂我意思吗 ？OK， 人民会因为不塞车而变得开心，这叫主角观，这是人民的角度。OK， 如果今天这边跟你讲说 ，OK， 今天政府为了筹措税收，所以要怎么样？所以要多加税，那你就要记住，它的目的叫筹措税收，是为了谁？为了政府。所以等一下选项跟我讲说什么人民会因为加税而收入降低，那是人家的事情，不是我的角度。因为方案类型的特色就是什么？你一个方案一定会有2个以上的影响，因为你的方案是做下去之后，你一定会就是有时候会顾此会失彼这样子。懂我意思吗？就是它对，比如政府要加税，企业也会影响，人民也会影响，政府也会影响。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会可能会输出叫无关。你从这边看是正面影响，从那边看是负面影响，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看什么？主要是方案类型的题目，你要特别注意谁？你要特别注意就是这个效果，这个就是这个主题是谁身上的，那懂我意思吗 ？OK， 好，那当然如果是就是一般的因果也可以看嘛，比如说最后怎么样呢？这边的浮游生物会减少，你就知道我们来讨论的是浮游生物是谁被影响到的。OK， 好，对，所以它其实算是主题里面一小部分。好，只是你要特别去想，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加速思考，就是什么？如果你是政府的话，你会怎么？就是你会怎么做这样子 ？OK， 好，或者是如果你今天是人民的话，你会不会买这个单？比如说今天我说好把这个价格降低鼓励人们买车好了，对不对？那你就要去想什么？这个目的是为了鼓励人们买车，所以主角在人们。那价格降低，你会因为什么因素而买车或不买车？所以你要把自己套进去那里面想，这样就更快。那懂我意思吗 ？OK， 是这样会加速。好，第四个 ，OK， 好，还有第四个五官，后面还有很多很烂的五官就不讲了啦，什么诉诸权威啊，有没有？诉诸情感啊之类的，这就不讲了，这样子。OK 哦，好，那我这边再多讲两个混淆选项，好不好？好，混淆选项。好，我现在影片都要录短一点，不要录超过20秒，不然就没人要看。对，好，第一个混淆选项是什么？第一个混淆选项叫做就是以上我们刚刚是不是说所有的正确答案都会一定要就是想办法尝试跟你最后的这个结果或目的产生因果关系嘛，对不对？要产生就要推到你最后结果或目的嘛，对不对 ？OK， 好，混淆选项第一种就是什么？就是还多了一个断桥，也就是说这个选项怎么样呢？跟另外一个选项相比，另外一个选项离结果更进一步。OK， 好，另外一个选项里面提到的东西跟结果离得更进一步，这样子。OK， 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判断？虽然我现在讲很抽象，对不对？你要怎么判断？就是什么？就是你去抓出那个最后的主题出来，去看这两个剩下两个选项里面哪一个更接近主题 ？OK， 哪一个里面提到的概念更能够接近主题？一定会有一个要多推一层。OK， 好，一定会有。像欧剧里面有一题我今天解到叫做什么？叫做画框。画框是德国还是法国的 ？OK， 好，那一题就是说什么？就是有一个选项叫做某哪个国家的人就会挑哪个国家的画，就会画在哪里画就会挑当地的画框。OK， 另外一个选项叫什么？另外一个选项叫做就是画框是由谁？画框是由作者是由画家所挑的。那你看哦，在哪里画就会挑哪个地方的画框，是不是直接讲到当地的画框？对不对？好，但是问题是另外一个选项怎么样呢？画家可以自己挑画框，但问你画家在哪个国家，他会挑当地的画框，你都不一定会买台湾货了，都会买日本货了。你在台湾画的东西，你真的会用台湾的东西裱框吗？不一定，所以你就要多推一层，对不对？对。变成说你那个选项还要多推一层，叫做画家有权挑选画框，且他会挑选本地的画框，你才能连到最后画框的地点等于画的位置，这就要混淆选项。那你在看的时候，你要两个选项比较，看中两个选项里面提到的因素哪一个离我们主题最接近。OK， 好，然后另外一种叫什么？叫程度。好，等我一下啊，借我一下，谢谢。另外一种叫做程度，什么意思？选项里面有一些程度字，像比如说 all 啊、some 啊这种字 ，OK， 或者是 sometimes。好，这种字怎么样呢？好，会影响什么意思？比如说有两个选项都是小弱选项好了，可是一个说是 some 或者是 one of， 另外一个说的是什么 general 或者 all， 这个时候当然是选全面性会比较好。为什么？因为尤其是什么题，尤其像这种程度类型的题目，尤其会出现在什么样的题型？出现在是这种手段目的的题目，这种反而还好。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如果是什么？今天如果是用 some 或 sometimes， 它的缺点在哪里？你不知道它是1%还是99%，这样懂我意思吗 ？OK， 好，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如果今天讨论因果的话，这没有差了，因为基本上如果你要削弱的话，只要今天出现一个反例，就可以打破自然界的规律，那懂我意思吗？自然界规律是不可以有例外的，懂。所以如果只要有1%就可以被打破，但如果出现在什么手段目的的题型的话，基本上，如果你这个方案只会有1%的人不喜欢，或是有1%的人没有办法受惠，这个方案本身还是有用的，对不对？
但如果这个方案是有99%的人都不会收回，那不就没有用了吗？所以像这种字就会导致什么 ambiguous 的问题，所以这种时候相对学强就会使用什么 general 来讲，这样懂哈？懂。OK， 好，大概是这样的，好，谢谢。